欢迎收看宝洁点评。从俄乌战争开始，我们就学到，不是说你有强大的飞机大炮，你就代表你的军力旺盛。如果你不能及时绘制战场地图，你不可以掌握及时的资讯，你这些飞机大炮根本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们再看到了美国去进攻委内瑞拉，在美国进攻伊朗。那根本就是一个不同时代的一个战争。现在太空司令部、现在网络司令部已经掌握所有战争的最关键的因素，也就是我的指挥权已经在空中了，我的整个通讯链、我的斩杀链才是战争能否得胜的关键因素。结果现在没有想到，只要有一点点的尝试，你对战争有一点点的了解，你都会知道说，我现在不是要买武器，我现在要买的是指挥系统，甚至我要买的什么？我要买的是跟美国可以连接的通讯系统。但没有想到，现在国民党所提出来的军购版本，根本就是一个以军购为名去挡军购为实的策略。怎么讲呢？表面上我丢了一个3800亿加 N 的策略，结果没有加 N， 只有3800亿，3800亿都是现在你买武器的。那我们最关心的是 C5ISR， 也就是我的通讯指挥管理这些系统，居然都没有在这里面。我们最关心的就是跟美国我们可以建立通联系统，在这中间也没有。我讲的非常好听，是说我要好好的管自己的预算，我要管自己的预算。如果你不能达成的话，我要给你处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你只会得罪美国。甚至我给你定下了一个期限，你在这个2028年前你就要交货。如果不能交货的话，我就要重新审预算。这种种种的动作，它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挡军购，我要等于说让美国的军购不能进到台湾，我要让台湾的军购里面最关键的大脑、最关键的神经把它给关掉。为什么要关掉呢？因为现在习近平面对这样的压力，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只有寄望台湾内部的崩裂。现在就有人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等于说透过军购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将台湾的政治力量、将台湾的军事力量彻底瓦解。好，我们今天请到来宾，在台湾首席的财经专家黄仲收，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视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三位是财经专家冯开平。大家好。好，第四位是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邱时宜。大家好，大家好。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强调说，现在的战争已经是不同时代的战争。你现在看到的是伊朗的地下城，你可以想象，他花了数十年的时间，花了几千亿的预算，打造了一个你等于说神出鬼没，隐藏在地底下。这地底下里面有很多的导弹，这地底下有很多的无人机。你以为说已经天衣无缝，你以为说固若金汤，美国拿你动弹不得。所以伊朗非常有自信，说你绝对拿我没办法。但事实我们看到，你现在这些伊朗的飞弹、地下飞弹城，你这些地下的这个所谓的无人机的这个堡垒，对，居然就一个一个就被端掉。所以在美国现在的精准打击，在卫星通讯，甚至无人机，还有它的整个资讯整合上，你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这一次的这个美伊战争，让我们看到一个未来战争的雏形。在未来战争的雏形里面，你过去的装备再好，比如说伊朗的地下碉堡，地下碉堡是该挖的多深？他们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把他们的飞弹、无人机全部都存在他们的地下城里面。可是这一次遇到什么问题？它的地下城地下100公里。对，那遇到什么问题呢？他们只要稍微的出来之后呢，美军跟以色列看到你之后，马上就把你端掉。而且端掉的时候，我很简单，我只要把你的洞口完全封住。把你的能够出入的管道，把你完全封住之后，你这个地下城过去花了多少钱建的再坚固，完全没有用，完全变成废铁一堆。那这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呢？因为第一个，美军跟以色列现在在伊朗战场上面来说，他能够做到，我看到你的时候，几分钟、几秒钟的时间，飞弹就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你只要一出来，我就把你打掉。那这要关乎什么东西呢？第一个，你要有非常强大的 AI 资讯链，再来你要有情报链，还有资讯链。重点是什么？你那个大脑非常重要啊！那个大脑，我就是决策看到就随即打你。这个大脑是战争中的核心中的核心，尤其是未来的战争。但是我们必须说了，在这次国民党提出的这个军购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难过的一件事。第一个，不止没有所谓的3800亿加 N 是没有的一件事情，没有 N， 对，我们都被骗了。好，第二个是什么呢？未来战场上最重要的 C5ISR， 这一次呢也被拿掉。所以简单的说，这次国民党
不只是说，我好像要过军购，但事实上是一个削弱版的军购。再来就是说，他把未来我们台湾最重要的 AI 辅助直管里面的大脑，就是 C5IS 啊，把它摘除，所以等于是把未来台湾可以跟美军链接。譬如说，我们有这个 C5IS 的时候，在未来的战争中，我们可以跟美军的资讯链快速的连接上，我们可以跟美军共享资讯，我们也可以把资讯分享给美军。那这是盟军给我们的这个资讯，全部都可以知道。那个大脑，它现在把你摘除掉，所以这才是核心中的核心啊！我只要摘除大脑之后，你没办法跟美军连结，或者跟美军的连结变弱的时候，无形之中就在削弱台湾的这个战斗力嘛。而且我们看到现在国民党讲得非常的漂亮，讲得非常好听，就是我们就是要监督预算的、啊，监督预算的时候呢，我们就按教保来啊。你既然就是年度预算，我就年度预算来审啊。是。结果后来，不是我们讲的哦，是许玉仁讲的哦，是国民党前不分区立委哦，他现在在华府访问哦，对，他说从我们台湾关系法签以来，是我们跟美国的军购都是这个样子，是我们给你一个特别预算，对，按照这个特别预算的时候呢，我们在等于说是分批在进行，可我就现在国民党不是哦，国民党就是我根本就把你最重要的东西把你给割开了，对，割开以后你要怎么谈？谈的过程有多久，你完全不知道。那如果你怎么谈，你要谈的时间都不知道的话，那美国要怎么配合你呢？对，没错，是让这个许玉仁说的，他就说，你看国民党提出的3800亿加 N 的话，在可行性上面、技术操作上面、跟立法惯例上面都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这次这个国民党的版本是这样，我编3800亿，他一开始说3800亿加 N 嘛，那结果今天顾立雄说没有所谓 N 啊，他说这个3800亿就是把它定死啦，你未来说还要另外再这个提出预算啊，他就说，这个他就说什么？这好难道是下单吗？网络下单，你 Uber 下单，随便下就随便有吗？这哪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再就是说，因为现在的这个供应链是相当紧张，你要赶快下，你未必拿得到。譬如说，我们说德国买的武器，可能都要3年之后才要到。我们之前交付的也是很久都没有到。就这次国民党就说，我要在2028年以前就完成，没有完成的话就没有。那问题是有可能吗？这个你的这个施行的方法也都完全不对。而且人家讲说，你这2028年用这个 deadline 也完全不合理，对，因为没有个预算说，我今年交货就交完了，对，我这个交货以后我还有训练，比如说我们以前的 F16还有训练费用，我 F16训练费用之后，我还有一些备品的费用，对，那如果我2028年我已经交给你了，可是我的训练还没有，我的备品还没有，那我这个预算我到底是执行还是不执行呢？是，而且我觉得更可恶的是说，现在全世界，比如说在抢晶片，对，抢晶片就我讲，台湾你就要买台积电的晶片，是台积电的晶片，你跟我讲说，我今天报价单来，我还来这个所以跟你猜测，来跟你拿个没有？你钱没有到手的话，人家就卖给别人了。对，宝杰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就像现在缺晶片，你要下给台积电的话，钱先来，你钱先来，你保证多少订单，你跟我讲，你定金都要来了之后呢，我再说，这个谁，我再给你，这是这样的，这个逻辑是这样。现在目前为止，美国的国防供应链也相紧啊，所以我就说嘛，过去我们的流程是这样，我们先要提出所谓我们的要求意向书之后呢，美方来说，我们目前的状况怎么样之后，他们会开出一个发价单给你之后，然后签署发价单，开始后续的这个状况，没有什么他们就直接给你一个发价，哪有什么一边追加？我以前也被国民党骗了，是因为我也觉得财政纪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所以他讲说，现在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只要我们意向书就说，我们今天想跟你买什么武器，是我们今天想跟你买这个所谓的爱国者飞弹，对，我们今天想跟你买这个所谓的海马斯火箭弹。当我这个意向书提出去了以后，美国他去进行审核，对，进行审核的时候，可是我们意向书是说，我告诉你我要买这些东西，对，我要跟你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钱就已经准备好，钱要传后啊，传后了以后，美国去审核以后，他会给我们一个发价书。发价书后，你发价书给我说好，我同意。你今天我卖你海马斯，我今天卖你 F16，我今天卖你什么东西？台湾马上做一件什么事？我的钱要赶快塞给你，我的钱马上要塞到你的口袋。我要打听转角说，你不要再给我后悔哦，你已经给我发价书了，我就开始做了。那国民党怎么做？国民党现在的干法是说，你现在呢，你给我这个所谓的意向书，你给我 LOR 没有用。你给我OLR，我不要讨论，因为我也不确定说你是不是这是你的意向书，这是你的意愿，我不确定说我们能买到这些武器，所以我不跟你讨论这个预算，我不讨论军购，我要等到什么？等到你发价书来了以后，我才要跟你讨论军购。可是重点在这里哦，
当我发价书来了以后，就代表美国已经算好说我是可以给你的哦。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花了10天、半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来跟我讨论发价书的时候，你觉得美国还会等你吗？那其实后面那一堆的人在等的时候，他早就卖给别人了。对，所以我觉得恐怖在这里。这是整套流程的。整套流程来说，你看还有你发价书发完之后，他们还要经过合约的一些相关的审查这些东西。所以他说这次国民党被他批评说，他们这一次的法案里面也是完全不懂所谓的作业的流程，还有相关的技术的这个规格，完全都不对嘛。所以我就说嘛，这一次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这是谁啊？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郑丽文表面上说啊，我们愿意通过军购啊，但事实上他是在削弱台湾的国防跟摘除台湾的大脑，他等于是在当什么？当中共当局在台湾挡军购的马前卒。挡他的话，跟他的话就是要扮演这样的角色嘛。对，你看，甚至国民党内部也很多人反对这样的声音呢。我们看到徐小溪一开始丢了一个8000亿，对，甚至可以谈到8700亿。是我们听吴董讲说，徐小溪第一次丢这个8000亿、8700亿不是自己随便丢的，他丢的时候已经有跟 AIT 的人来讨论，是讨论了以后，朱立伦马上也丢了一个9000亿，甚至卢秀燕要出访的时候也说我们应该有9000亿，代表8000亿、9000亿是大家一个共识，而且你8000亿、9000亿才有 C5ISR， 对，你今天才有这些通讯指挥，你才有这个所谓的斩杀链，今天对台湾来讲，那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结果没有想到，今天郑丽文可以一个人把所有人都挡掉。对，他们党团跟这个立法院的这个沟通里面来说啊，听说是这样子的。他们党团内部里面有不少的蓝委就说，主席不能够这样，我们要提高相关的这个金额跟版本这样的状况。不过大家可能轮流发言完之后呢，就表述意见，表述意见之后，最后并没有投票，并没有纳入所谓的采纳。或者是投票就直接拍板，就是我们这个国民党党团的他们智库的版本就这样拍本定案了。所以什么意思呢？郑丽文根本没有在理那些立法委员，你讲再多都没有用，甚至是那些立法委员可能也很怕这个郑丽文后面的势力啊，对，所以就这样过了。他背后有势力，当然后面有势力，大家都知道他后面势力是谁嘛。那好，现在这个国民党里面最大的这个地方出口就是卢秀燕。卢秀燕她昨天也邀请很多青壮派的立委在参叙的时候，他们就说，根据内部说法说没有讨论到所谓军购部分。为什么？因为现在显然中央跟地方或者是甚至跟立法院里面意见差异太大嘛，甚至很多人就说，我觉得现在卢秀燕是哀莫大于心死。没错，他已经知道他不能挑战郑丽文。是，既然不能挑战郑丽文，我就当哑巴算了。对，好，那我们就看嘛。台湾目前为止的这个军购是3800亿加 N。那你看中国的时候，你看同时间，他们昨天宣布啦，他们要增加这个国防经费，今年要增加7%，来到约莫是新台币8.7兆左右的这个数字。对比我们的这个数字来说，我们当然是需要说，你看，因为中国的军费非常大，所以我们当然是有限采买，而且是重点是我们要采买不对称的这个作战之外，我们一定要买到那个最重要的大脑跟核心，我们要跟美国的连接这个所谓斩杀链连接在一起。譬如说，我们讲一个很简单，我们有买了海马4，我们买了 ATACMS。你知道吗？这一次的这个海马4跟 ATACMS 斩杀多少伊朗的这个所谓相关的武器？那为什么能够斩杀？因为很简单，因为美国的大脑就直接下给那个命令，我给你一个坐标，你就直接发射出去。对，你发射出去，你就打到那些地方。所以你看，不只是海马4可以打到那个地方，打到你的武器的，打到你的目标之外 ，ATACMS 这是我们台湾有的哦，就可以快速的击中你哦，甚至我不用讲。所以你说我有海马4没有用，我有 ATACMS 没有用，我如果没有那个大脑，我没有那个连接，我就一堆废铁。是，我们在俄乌战场上曾经看过一个影片，就是一个海马5是火箭弹的这个车子开到这个高速公路上，它突然停了下来，停了下来以后，你就发现它在调整方向，然后按了按钮以后人就跑了，是，跑了以后你就发现。对方有一个战舰就这样被击沉了。对，甚至我们讲到说，昨天这个美国说击沉这个对方伊朗的这个战舰也是一样啊。你 MK48鱼发出去之后，你重点是你要知道它在哪里，你要锁定它的目标。这个东西来说，台湾或许没办法做到，但是有美方的连接链在一起的时候，就完全就不一样。所以来说，这是非常重要。那显然国民党也知道，摘除大脑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目标。好，所以吴董，所以不是讲吗？昨天3500亿加 N， 或今天到3800亿加 N， 有个 N， 所以呢，我们就讲好，有个 N 代表说我未来有个谈判空间，就搞了半天我们都被骗了，没有 N。他的 N 是说你下次可以再提出来，胡说八道，这叫做脱了裤子放屁，你知道吧？所以他这个很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不会通过的一个版本。根本就自案难行，他就是要挡军购，他知道，他完全就是要挡军购。可他不知道这个军购对我们很重要吗？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我们要讨论这个事情，你要注意哦，不能把所有的责任跟核心都放在郑丽文一个人身上。为什么？
这个有国民党的整个的意志在里面嘛。国民党真的有意志力要扳倒这个事情的话，其实做得到的、啊。对，为什么讲？因为韩国瑜早就讲了、啊，包括什么狮子啊，什么狮子负面，狮子负面故事讲一大堆。为什么昨天提出这个版本，今天提出这个版本？这个还是有非常强大的这个政党的亲中的属性当做基础来看问题啊，所以不能够当做郑立文一个人的事情，那是小看这个事情的严重性了。真正的环节，所以他们背后是有一股力量的。当然是有力量的嘛，他怎么可能？你看，因为国民党的立委一天到晚喜欢跑北京嘛，对，很多人嘛，少数的不去的，青壮派比较不去嘛，所以这个里面背景我们要把它从结构上来看这个问题。可是我很好奇是国民党怎么胆敢做这样的动作？当然，我们一开始我们对预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我们都是门外汉。可是今天听到了顾立雄讲说，没有这个3800万架2是把我们的大岛给拿掉，而且我们之前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参谋总长讲的说，你现在的直管通勤的所有的系统里面，你也全部没有包含在这里面。那我们知道直管通勤它不是一笔预算，它是长期跟美国合作的一个部分。结果你现在居然，我们已经有台湾人也不是笨蛋，我们看了这么多的战争，知道这个东西这么重要，可是他还是非要拿掉不可。所以这个就表态嘛，这个表态是高竿的表态啊。如果他今天要是对大陆表态的话，亲中表态的话，这个表态是不是非常聪明？而且彻不彻底？彻底，根本从连根把你干掉。所以他是成功的一个表态工程呢。所以他拿过去，他再过了1-2个月或怎么样的话，能够到北京去接受召见的话，那开玩笑是不得了的功劳这个是非常有用心的处理这个事情。那台湾的安全呢？台湾安全是另外一回事。台湾安全是另外一回事。他讲了一句话 "We don't have to choice" 我们不要选边啊。他讲风凉话给你听嘛。所以这个就是美中在台的大作战嘛。所以这个是经过几十年出来的结果。对，在所谓的灰色作战里面。在野党主席出现了一个亲中主席，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情啊！如果你站在你是中共的立场来看，有那么好的咖出现了，对，这个是千金难买这个郑丽文啊，搞不清楚啊，这是多伟大的事情发生了，真的，可这个事情不会成功的。难怪我在想说，郑丽文怎么会突然横空出世？他自己从来没有选上过这个立法委员，他在国民党内也没有任何派系，也没有任何大佬的支持，他怎么可能说横空出世，突然党主席就被拿掉？而且刚刚讲到，他是得到了一个重要媒体的支持，对，那他不是他如果不再加强做这个事情的话，他跑下来跟你和什么新北、台北选举，他在哪里？他连站台的位置都没有了。他做这个事情之后一战成名了，所以你不要从这个整个的政治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中美高度来看问题的话，这就是个中美在台的内部的一个斗争的一个第一战而已。你认为美国人会放过他？不会吗？不可能啊！老美就打你的。可是美国现在对郑丽文一点办法都没有啊！美国不跟你搞郑丽文，美国没有兴趣跟你搞这玩意。美国把责任就很简单，你赖清德给我搞定，因为川普4月份想要去大陆去访问，去勒索习近平嘛，他今天早上又不是提出来要加卖东西啊，对不对？他兄弟茶也上来了，什么都来了，川普是见钱眼开，对不对？川普也不希望现在为了这个事情在台湾大动干戈嘛，所以等到川普过了以后，跟你保证这个过关，美国力量，美国拳头大还是说郑丽文拳头大？少吹牛了吧？美国的 AIT， 你知道 CIA 在台湾多少人吗？多少人 ？CIA 在香港撤退，全部在台湾呢。到时候听说有1000多个人呢，1000多个人在干什么？吃闲饭的。他搞不定你啊！对，你郑丽文我搞不定，每一个立法委员在海外多少东西啊？对，台湾人也有记录的，不是只有台湾媒体有什么狗仔队 ，CIA 是全世界最大的狗仔，我告诉你，没这回事。我告诉你，川普访中结束，整个事情拍板定案，屁都不敢放。好，那周老师你怎么来看这个事情？我觉得今天最不可思议的是。你如果说我们都没有看到现代的战争也就算，你现在刚刚讲的俄乌战争里面已经告诉你那个战场地图多重要，你那个战场指挥多重要，你的那个整个卫星星链多重要，你更不用讲在委内瑞拉，你在伊朗里面，那根本就是不同世代的战争。我们才知道今天网络司令部，你今天的太空司令部有这么重要。现在我们当然不敢要到最好的东西，可是我们的 Link 16至少可以有一点。我听到一个说法是说，未来我们的战机，我们的 F16如果 Link 16上去，我们根本不用管。他就叫你上去，你就上去。上去了以后，你会有一个仪表板，那个仪表板它会 list 到你很多的序列。
那个序列里面，美军就告诉你说，哎，你现在盯着这个2点钟方向，你盯着这个10点钟方向，你就往10点钟方向几个地方，你快按个飞弹炮，你就可以离开了。我们需要的是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会变靶子。如果我们有了这个东西，对方就是靶子。结果这么重要的东西，刚刚讲的，今天我听了顾立雄才知道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这东西，在这次军购里面，国民党完全把它踢出去了。对你刚刚讲那个是 TTN， 叫做台湾战术网络了。因为过去这个东西是靠 Google 哈，就是我们讲 Google 地图那一些，当然有一些军事用的，它会有一些管制，然后来去做这样你讲这个侦查。那现在顾立雄讲这个军购这个 TTN， 这个是升级版。也就是说，有美国的军方直接在 TTN 里面加他们内部的情资跟第一手的情报，再加上叫 TAK 叫做部队觉知的这应用套件，这可以让我们的阿兵哥或让我们的这个前线的狙杀部队在一线的时候，他可以地图上看到哪里有敌军。这个敌军呢，其实严格讲起来，就是我们台湾跟美国协力情报也好，或者征收也好，或者是从空拍也好找到这样的一个资讯。那把这个拿掉，当然就变成瞎子摸象，你要打谁，对不对？因为我在部校受训的时候，我们不是步兵。步兵要学什么？攻防收紧歼，歼是很难的，叫歼兵。也就是说，我对敌情搞不清楚，我要派歼兵，歼兵要去摸，它也是最危险的部队。歼兵赶快绘测地图，赶快把资讯送过来。我现在不用歼兵了，对我现在空中地图什么什么的，就歼兵该有的东西，我在后面都有了。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东西，你有多少的部署，你有什么样的部队，你的部队有什么样的这个所谓的武器，我一目了然，我要怎么打你，我都知道了。对，所以等于有这个上帝之眼、上帝之手在控制下面的这个执行的层次，这第一个。第二个，各位要了解一件事情，川普其实很不想要管台海的事情。我们这么多年观察下来，就是有核武的国家，他尽量不要碰，不要产生高冲突就不要。所以川普的立场很简单，就这件事情交给 Rubio。好，交给这个塞格兹，你们国防部长你们去处理。那你就让台湾该买就买，该到位的到位，该钱该付就付。所以你要再让我跳下来去烦你这个台海的事情，就川普不干这个事情，所以川普才会讲啊，就川普现在的这个打那么多战争，你看从以色列哈马斯，好，然后伊朗，然后又委内瑞拉，现在要回到伊朗。其实现在外媒已经在报道，美国的军库已经比较低了，那个水位已经很低了。那低到什么程度呢？美国最近才跟那个洛克希德马丁跟那个雷神在签了7年契约，赶快的制造，可是怎么样还是来不及，所以他会要求现在是进入所谓准战时的这种量产的节奏。什么意思？就是你的工业成本、军事制造的成本跟你那个产能压力，全部你这些盟国你要帮我负担。所以你刚刚有提到嘛，就是说今天为什么我们这个政府就是说民党政府1.25兆？为什么徐小新的版本像9100亿、8100亿啦，或者说朱立伦版本是9000亿，会说为什么会比较少？其实有一个部分是他们这个算是我们认为比较合理的国民党版本，不是那个郑丽文那个3500亿的差异在哪里？在于说徐小新他们认为说有些是我们就是我们在美国国外采购的，那你就是台湾你自己用另外法律来规范。好。那如果是跟美国直接采购的，大概9000亿、8000亿左右。当然他们论述是这样了，可是各位不要忘了军购这个东西它是有包括军购、商购跟委办。那很多东西它不是只有政府制造，不是只有国防部制造，它是民间的这个协力的方式来制造。所以这个东西当然会到1.25兆的这样一个规模。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知道说，其实美国的军购，你刚刚有提到，从1979年的这个台湾关系法以来，还有6项保证。其实它的这个过程都是怎么样？就是由台湾提出战备的需求。我们台湾现在国际局势啊、军情啊的变化，两岸的这个什么居力失衡，我们需要什么东西，然后跟美国讲，然后由美国来提清单。所以才过去有很多以美反美人会说，美国这开清单给我们啊，你可以买好的 F35，你不能买这个差的什么东西，就是它这个东西是由美国来决定，本来就是由美国决定，因为美国老实讲，它要去评估，去清点它到底有什么没有什么，它能帮到什么地步，这个东西本来就是由美国来去做决定，而且有时候我们台湾要比较好，美国还不给嘞，对，所以我是认为说，今天你不要。用像刚才徐小贤的版本，你不要想说你这个东西要等到美方他能够供货，能够供时间要能够准时我才卖，这个思维不是这个样子就 even 连前国民党的立委徐润他自己都讲他就说这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你要等到美方他这个开这个清单给你或者什么，那你才再筹钱，这个都缓不济急，而且这个根本也这又不像 Uber Eat， 对，这不是 Uber Eat 我们下单然后汉堡就来了嘛，这不是啊，这个基本上我们就是整套的规划，它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缜密的一个协同系统。那你现在看到郑立文这个版本，你真的觉得说他是完全在卡这个预算，他完全让这个台湾的军备的大脑被摘除掉吗？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骂国民党了但是我还是要讲，就是说，其实郑丽文你仔细给他听他的论述，他的意思就是你们在忙什么？你们跟中共好一点，
好，你跟习近平妈急一点，你就不用浪费这些钱买军购了嘛。这个我看很多的一些深蓝的甚至深到红的发红的名嘴都讲过。那他们的立场很简单，他们认为说，我今天少跟中共冲突，那我就少花一点军购的钱。可是，请问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中共的飞弹就不对着你了吗？还是他就不会天天军机扰台了吗？不可能嘛！还是说习近平放弃1国2制？比如说你郑丽文去跟习近平会面，那习近平可不可以放弃武力犯台这个承诺？如果可以的话，那我跟你拍拍手。说真的，我们军购是可以大幅下降。可是事实上就没有办法，它就是一个集权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缘木求鱼啦，就是说你用这个方式，我们台湾人讲一个扔头轻棍，这个根本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中共侵台的问题。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